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年头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？感觉就像在泥潭里走路，每一步都费劲的不行。这可不光是因为大伙儿都在拼命，把市场挤得水泄不通，也不是简简单单一句消费降级，说大家伙儿口袋里的钱都捂得紧紧的，变得挑剔了。这些都只是皮肤表面的小伤口，真正感染到骨子里的病根，是一种全新的，让咱们普通人根本没法玩的丛林法则。这个法则就是资本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像一只巨大的手，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家伙。他们玩的是一套用亏损换规模，用规模去忽悠更多的钱，也就是融资，然后再拿着这些钱继续烧，直到把所有人都烧出局的游戏。我说起这个，脑子里一下就闪回到我小时候，那时候我最盼着的就是去我舅舅家和我三姨家，因为每次去，桌上准有我最爱吃的鱼和土豆，还有一大堆零食，那感觉就像过年一样。我舅舅和舅妈两个人就在城里支个小摊卖菜，靠着这点小生意，硬是把3个孩子拉扯大，而且20多年前就在城里买了房，你想想那得多能干。我三姨家呢，是开瓦窑的，就是烧那种以前农村盖房子用的青瓦。我小时候去他们家，就看见他们骑着摩托车兜风，那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交通工具。我爸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对这2家亲戚是打心眼里羡慕。可是后来呢，风向全变了。先是房地产像打了鸡血一样疯涨，城里盖楼需要更好看的砖瓦，那些大型的现代化的砖瓦厂拔地而起，他们生产的瓦片样子新潮，防水效果又好，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，就像手机一样。我三姨家那种老式的又不美观又不怎么防水的土瓦，就像被时代抛弃的老人，慢慢就没人要了。后来一股脑的都往城里买楼房，那风潮刮得比什么都猛，私家小瓦窑烧出来的瓦片彻底成了无人问津的古董。我三姨家的那个瓦窑就那么孤零零的荒废在了岁月里，长满了杂草。而我舅舅家的小菜生意，它的消亡就更像一场无声的战争了。现在你看看，不管是看得见的实体店，还是看不见的网络平台，都在像饿狼一样抢夺市场。咱们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，手指头动一动，各种买菜的 APP， 什么大型超市的线上商城，还有那些送熟食的外卖平台，甚至连连锁奶茶店都来凑热闹。他们推出的优惠券多得跟阳台上的花盆似的，让你眼花缭乱。你想吃什么，想用什么，随时下单，立马送到家门口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咱们大多数人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会感觉比登天还难。真的不是我那凌晨3点就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的舅舅舅妈不够努力，不够拼命，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，它彻彻底底的变了。因为资本大佬们设计的这场游戏，咱们这些普通人兜里揣着养家糊口的钱，根本就输不起，也玩不起。这个世界上最暴力、最不讲道理的生意，就是现代资本发明的这套流水线作业，烧钱、垄断、上市。你琢磨琢磨，他们一开始是不是都像个活菩萨？那些外卖平台，那些打车软件，刚出来的时候便宜的跟白送一样，恨不得倒贴钱请你用。为什么呀？说白了，他们就是要用这种糖衣炮弹，把所有像我舅舅家那样起早贪黑的个体户一个个全都逼死。他们就像一群耐心的猎人，先把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都赶尽杀绝，等到整个市场只剩下他一个玩家的时候，再摇身一变，从活菩萨变成阎王爷，把之前吐出去的加倍的再给收回来。他们把抢来的市场份额包装成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词，叫市场占有率，然后拿着这个漂亮的故事跑到股市里去圈钱，让股民们来买单。最后他们还嫌不够，再弄出各种小额贷款公司，就像一台台功能强大的抽水机，把你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一点血汗钱也全都给吸干。那些资本家
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今天亏了还是赚了，他们脑子里算的账跟咱们完全是两个维度的。咱们算的是今天卖了1斤白菜赚了几毛钱，他们算的是烧掉1个亿，能把多少个竞争对手踢出局，每补贴你10块钱，能换来多少你的个人信息，也就是所谓的用户数据。这些数据在他们眼里可不是一堆数字，而是金山银山。这些数据拿到股市上，转眼就能变成100多个亿的市值，你敢信吗？你看看那些年年亏损的公司，股价为什么反而能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？因为在资本的逻辑里，亏损越大，说明它扩张的越猛，市场就越兴奋。连续3年亏损50个亿，那在他们看来，这证明公司在高速发展啊，毛利率不到5%，那说明他在让利给消费者，是在做好事啊。那些被他们干掉的小老板们哭得越惨，就越能反衬出这个平台的伟大，因为它颠覆了传统，改变了世界。资本市场就爱听这种故事，价格战打得越是血流成河，就越能证明这家企业的市场统治力有多强。等到市场被他们牢牢控制住以后，资本家又发现了新大陆。他们发现每一个来买菜的人背后都是一座数据金矿。打个比方，你今天在 APP 上买了3斤莲藕，还买了几捆大葱和韭菜，第二天你可能就会收到各种厨房用具，甚至是包饺子神器的广告推送。这些精准的数据打包卖给那些搞金融的机构，比辛辛苦苦卖菜的利润能高出10倍不止。你看看，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商业闭环，简直天衣无缝。先用钱砸开市场的大门，把所有人都挤出去，然后自己当上山大王，开始垄断涨价，接着再用你贡献的数据吹出一个天价的估值，跑到股市去圈一笔新的钱，再用这笔新钱去开拓下一个市场，继续烧钱扩张。这个游戏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，只要总有人愿意接盘，这个巨大的泡沫就能一直吹下去。A 轮融资的赌 B 轮会接盘， B 轮的赌 C 轮， C 轮的就赌上市后有千千万万的股民来接盘。咱们以前的老话总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可现在再深的巷子也早就被资本用红包和补贴给炸成了一片平地。就拿餐饮美食来说吧，当你还在厨房里满头大汗的研究新菜品，琢磨怎么把手艺练得更精湛的时候，人家资本玩家正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研究用户画像。啥叫用户画像？就是把你喜欢吃什么，什么时候吃，能花多少钱这些信息分析得明明白白。当你还在琢磨菜品怎么融合创新的时候，人家已经用冷冰冰的算法预测出了下一个会火爆全网的爆款是什么。现在任何一个平台都是数据说了算，那些连锁品牌手里攥着大把的融资，就像拿着无限子弹的机关枪，直接把外卖平台上搜索结果的前20名全都给买断了。你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体户，想在上面露个脸，行啊，要么你交一笔能让你肉疼好几年的天价推广费，要么你就被算法无情的埋到50页之后。你想想，哪个顾客会有那个耐心和时间翻到第50页去找你那家不起眼的小店呢？我认识一个卖粥的大哥，他跟我说，最早在平台上开店，日子还过得去，可后来平台每一单都要抽走一大笔钱，再加上各种满减活动、送优惠券，里外里一算，他每卖出去一份粥，不仅不赚钱，还得往里倒贴钱。他最后叹了口气说，真没什么意思了。小时候开个小店的梦想，在现实这个铜墙铁壁面前撞得粉碎。在这场资本的游戏里，咱们这些小老板连当一颗棋子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想咬咬牙说我再坚持一下，没准儿就挺过去了。可资本比你更能坚持，他有的是钱，有的是耐心。你降价想拼一把，资本能直接补贴到白送。你熬夜加班守着店，人家有专业的运营团队，3班倒，24小时连轴转。最要命的是，资本亏得起，而咱们亏不起。
像我舅舅，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，我们亏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孩子下个学期的学费，是全家人1个月的生活开支，是给父母准备的养老钱。这个局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破。要么你就干脆认栽，趁着亏的不多，赶紧离场，先保住小命要紧；要么你就彻底黑化，变得比资本还不要脸，跟着他们一起去割别人的韭菜。但最终，你也只会变成一颗长得肥一点的韭菜，早晚也逃不掉被割的命运。说到底，这就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战争。资本可以承受连续3年的巨额亏损，等着上市那天100倍、1000倍的赚回来。而你呢？你押上全家人的身家性命，又能撑得了几年？当实体经济的养分被吸干之后，资本就会亮出它最锋利的终极武器，那就是金融。你会发现，现在几乎所有软件的尽头都是放贷。那些曾经用补贴的毒药毒死了一个个个体小老板的 APP， 一转眼就摇身一变成了放贷的金主。你在价格战中为了活下去而欠下的网贷，你抵押出去的房子，你刷爆的信用卡，都被他们巧妙地包装成了各种消费金融产品。你为了应急借的每一分钱，都在无形中美化着那些资本巨头的财务报表。资本花了10多年的时间，就像一个高明的催眠师，给整个社会植入了一种思维病毒。他告诉你，买菜你就必须用 APP， 吃饭你就必须点外卖。那些连锁奶茶店用1块钱一杯的奶茶，早就把那些有自己特色的小奶茶店赶尽杀绝了。所以现在你想喝杯奶茶，想洗件衣服，放眼望去，几乎只能选择那些一模一样的连锁店。当整整一代人慢慢失去了自主选择的能力，习惯了被安排，那资本就等于获得了一张可以永久提款的银行卡。最狠毒的还不是抢走你现在的钱，而是像一把大锁，锁死了你未来所有可能翻身的机会。当所有的行业都被这些资本系的企业所垄断之后，咱们普通人创业的门槛就会高到天上。以前你只要租个门面，给房东交个房租，就能开个小店，养活一家人。现在呢，你不仅要给房东交房租，你还得给平台交一份租金，这叫入场费。你还得在平台上花钱买流量，买搜索排名，买头条广告，这每一项都是无底洞。曾经那个能让一个家庭安身立命的小本生意，早就被平台的免费或者低价策略给彻底消灭了。现在一家连锁店的出现，就能取代10家夫妻老婆店，这就意味着它直接消灭了9个家庭的收入来源。资本是冰冷的，它不会跟你讲什么街坊邻里的人情味儿，不会跟你聊什么人间烟火气，更不会在乎你那点个性化的体验。它只会让生意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，越来越难走，直到最后，所有的鸡蛋都乖乖地放进它那一个篮子里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